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8季第16集。今天是辛巴的生日，全家人给他唱了生日歌后，就到了许愿环节。辛巴说他不需要什么愿望，因为已经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不过这人虽然嘴上说的漂亮，内心却很诚实。我希望能有吃不完的汉堡包。然而当他深吸一口气吹蜡烛时，一口长长的气下去，竟然一根都没有熄灭。辛巴又卯足了劲儿吹了一口，结果和第一次一样，他们依旧窜动着火苗。辛巴觉得这些都是吹不灭的假蜡烛，然而小新的话粉碎了他的幻想。事实上，这个蜡烛一吹就灭，这可把辛巴给刺激到了，撸起袖子就跟这个蜡烛杠上了。但事与愿违，火苗的跳动就像是在嘲笑他的徒劳。辛巴安慰丈夫，没事的，你可能就是有些累了，虽然今天一整天你什么都没做。辛小妹还是觉得这是因为爸爸过于肥胖导致的。听了家人们的话，辛巴还是不相信，决定就集中一点，只吹其中的一根。然后辛巴都快断气了，都没吹灭。3小时后，其他人都睡了，辛巴还在坚持不懈地吹蜡烛。终于他连一口气也呼不出来了，一头栽在了蛋糕上。生日蜡烛点燃了他的寿星帽，好在天花板的烟雾报警器检测到了。不过他们今晚上注定不能睡个好觉了。看着源源不断从屋里飘出的烟，辛巴觉得这次的火灾格外严重，他们必须要找个什么东西来保护重要的财产。消防员建议可以买一个防火保险箱，辛巴却有些不愿意，觉得只要注意小心明火就够了。可是这个月消防员都已经来了6回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辛巴说其实有一次是他误打了报警电话，但他不想承认，就把房子给点燃了。终于将实话吐露出来，辛巴感觉甚是轻松。最终他们还是买了一个防火保险箱。辛巴让大家都放一件最珍贵的东西，对于他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家庭相册。辛巴看到照片后也不禁感叹，我们的孩子以前多可爱啊。兄妹俩对爸爸怒目而视，我们现在就不可爱了吗？当然啦，自己没点数嘛。辛小妹有很多重要的事物，为了归类她还绘制了一张图表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MS 娃娃的敞篷车。辛巴选择的是他和辛妈第一次约会时喷的古龙香水。最后是小新，他的是阿珂表演娃娃，他背后有一个开关，打开之后他就能边走边进行演讲。然而小新忘了将开关关闭，就放了进去。关上柜门后，辛巴松了一口气，现在要是发生火灾，他们就只需要保命就行了。此时柜子里的娃娃还在进行演讲，走着走着他一头扎进了敞篷车里，还打开了探照灯，灯光正好照在了香水上，把它给煮沸了。小新见一阵阵黑烟从里面冒出来，就问发生了什么。辛巴分析了一下，竟与柜子中的情况分毫不差。辛小妹觉得爸爸说的太扯了，但紧接着保险柜爆炸了，从敞篷车内掉出的阿珂娃娃也验证了辛巴的想法。辛妈忙冲过去查看自己的相册，垂直刚捧在手上就化成了灰烬。辛妈直接崩溃了，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，里面有她一生的成就，现在毁了，怎么不让人伤心难过？辛小妹安慰妈妈，这确实令人伤心，但既然已经失去了，就要向前看嘛，生活总要继续，总不能再把照片重拍一次吧。没想到这句话被辛妈给听了进去，这下大事不妙了。小新生气地对妹妹说，话音刚落，他就被辛妈套上了婴儿帽，反抗无效。辛妈已经抓拍到了儿子的抓狂瞬间，之后一家人又还原了诸多精彩画面。这天兄妹俩在阶梯上看书，辛爸在庭院里除草。辛妈带着洗好的照片回来了，然而她一不小心被玩偶绊倒了，照片散落一地，被辛爸的除草机搅得粉碎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辛妈还洗了一份。全家人看着那些照片，感觉好像遗忘在角落里的记忆都被找了回来，上面甚至还有辛爸在太空飞船上的照片，这都仰赖于航天局同意再把他送上天。这时小新发现了一张不寻常的照片，在辛爸辛妈重拍结婚纪念日的晚餐照里，啤酒男正在和女孩子约会，但是他应该是那种保持长久激情的人才对呀。辛妈觉得这应该是个名人绯闻吧，可以将它卖给花边小报，他们肯为这个照片花大价钱。辛爸觉得这种事不像是妻子能做出来的，这确实不像，但在火灾的损失面前，他得靠这个来贴补家用。辛爸将照片递给了杂志负责人，他看起来很满意，给了辛爸200美元，表示要是能多弄来几张这种照片，还能让他变成一个不愁钱花的人。世上竟有这等好事，辛爸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阿珂电影的首映现场，2个小朋友迫不及待地等在红毯上，想要第一个看到自己的偶像。不料阿珂开车门的时候没注意，直接把自己的小粉丝撞在了地上，还说他的脑袋将自己的车门撞了个坑。阿珂还将小男孩提溜了起来辱骂，当红明星欺负粉丝，这样劲爆的画面想想都刺激。可这货很明显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狗仔，拍之前还要跟当事人说一声，然后什么也没拍到。原本想着拍另一个明星吧，结果反被羞辱了。一次不成，辛巴又重振旗鼓，准备第2次。这次他还带着小新，可谓是上阵父子兵。他们来到了明星们常去的超市，很快小新就发现了第一个目标，富有牛仔和他的女儿。辛巴让儿子捣乱，自己拍下他们出格的行为。小新那是捣蛋鬼中的佼佼者，一句话就激怒了牛仔的女儿。他拿着酒瓶就要去打小新，却正合辛巴的意，他连连招
抓拍了好几张。之后父子俩又来到了干洗店，从里面出来的所有明星都被拍了下来。然后是当地的一家酒店，他们俩运气不错，遇到了瑞克绿塔图姆，这是一个拳击手。小新忙让爸爸去讨他的打，不就是找打吗？这是辛巴擅长的领域，也是一两句话就将对方激怒了。最后这暴躁老哥打掉了辛巴的所有相机，然后一拳将他撂翻在地。由于拍下的照片很多，辛巴在家里建了一个自己的暗室，其实也就是辛小妹的卧室。可怜的小女孩大半夜被折磨得睡不着觉，最后帮爸爸倒药水的时候还被气味熏晕了。虽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，但还是值得的，因为辛巴照的那些照片都上了花边新闻，能挣点外快当然是件好事。但辛妈还是觉得丈夫不应该拿别人的隐私取乐。辛巴对妻子的话不以为意，每个人都说讨厌这本杂志，可实际上呢，他们又情不自禁想要去看。辛妈被这话给激怒了，将杂志放回了柜台。可惜口嫌体正，最终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。为了拍到更劲爆的新闻，辛巴不惜乘坐直升机去孤岛。辛小妹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告诉爸爸，就是这里了，已经抵达目的地附近了。辛巴纵身一跃，就是绳子的另一端没系上，险些出了意外。好在辛小妹还是没让他老爸就此丧命。辛巴此行的目的是拍下一个婚礼现场，两位新人是明星和市长的女儿。牧师还没有念完誓词，辛巴就从瀑布外冲了进来。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按下了好几个快门。这也就罢了，因为钟摆效应的关系，他又进来溜达了一圈，这惹恼了正在结婚的明星。他掏出刀子，打算给辛巴点颜色看看。他的新婚妻子却很反感他的行为，还说他才答应过自己不会再去报复别人。但他的话也阻止不了明星想复仇的心。明星将春田镇的名人都组织在了一起，他们都是辛巴偷拍事件中的受害者。明星说他已经想好了对策，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个浑身挂着相机的人走了进来，他是一个摄影迷。他说自己可以去拍几张辛巴的不雅照，一天到晚去烦他，然后正义就得到了伸张，自己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报复行动正式开始。一天，辛巴和小小新坐在车上，由于副驾驶要放辛巴的宝贝杂志，于是小小新就被挂在了镜子上。这原本也没什么，小小新还挺开心。可是那个摄影迷出现了，对着父女俩就是咔咔一顿，这下把小小新弄得委屈巴巴了。辛巴反应过来，这人是想把他塑造成坏爸爸，这口气他怎会咽得下？让小小新掌着方向盘后，他立刻冲出车窗要夺下相机。很好，这张也被抓拍了。某天，辛巴在洗澡也被拍了下来。你一点隐私都不给我留吗？事实上，在大街上洗澡也没有留的余地了吧？关于辛巴的杂志被印了出来，整本都是他的那些不雅行为。辛巴找到杂志负责人，你怎么可以出版这个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钱啊！辛巴吃瘪了，回到家中，家里人也全都抱着那本杂志观看。辛巴安慰他，或许该试着停止偷拍的事业了，毕竟遭报应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。辛巴觉得妻子说的对，于是就扔掉了相机。晚上，那些春田镇红人在娱乐场所 happy， 明星很是高兴。辛巴消失后，他们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。与对面霓虹闪烁相对的是头顶阴云密布的老谋子酒馆。辛巴隔着条街都能听到那些人玩的有多疯狂，而自己只能在这里发愁，连个凳子都没有。莱尼和卡尔觉得辛巴不应该这么快放弃狗仔事业，因为美国的传统就是降低人们的威望。他们还说了很多自己曾看到的那些名人们做过的坏事。哥们儿的话让辛巴重新振作了起来，他想重操旧业，又想起自己的相机扔掉了。老谋子拿出了自己的，很慷慨的借给了他，这原是他用来偷拍女顾客上厕所的，但现在都这个点儿了，根本没有女的会来。谁知辛巴拿着相机刚走，就进来了2个女孩，还说要在厕所里换一下贴身衣物。老谋子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了1个亿，气得酒瓶子都掰断了。此时娱乐场所里人们还在肆无忌惮的玩乐，辛巴突然推门而进，直接杀了个措手不及。他冲进去360度无死角的照顾到了每个名人，这下玩完了。明星问辛巴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照片，辛巴说他什么也不会做，他只想让他们知道应该对那些将他们捧上去的人多些尊重，先1、2个名，支持一下慈善事业。一听他的要求这么简单，明星连忙应了下来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还邀请辛巴及其家人去参加烧烤聚会。聚会的气氛很好，明星不禁感叹和人们真诚相对可真好啊。这时辛妈找到了他，希望他能帮自己看看剧本。明星摆手拒绝了，表示不能读他主动提供的手稿。之后不久，妈妈夫人上映了，导演正是那个明星。看着那张宣传海报，辛妈自我安慰道，至少他还是做成电影了。本集可以说是全员恶人了，为了赚钱选择揭露别人隐私的辛巴，让着有钱肆无忌惮的春田名人们。其实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，便宜的也只有背后的那位杂志负责人罢了。有时候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困境而不自知，比如因为一些小事就失去了一段关系，又比如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失去了更多。辛巴就是陷入了这种困境。虽然没有一个好人，但他是最先挑起战争的。他的偷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了名人们的放纵，但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带来的好处，尤其是对他自己。或许有
有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试着跳出眼前的视野，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，这样的话有些不必要的争端就可以避免了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